米饭吃得越多越容易发胖，血糖还会飙升。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问题，想要健康减肥，又害怕血糖失控。其实全球有很多被严重忽视的优质主食，它们的营养价值远比你想象的要高。今天就把全球10大超级主食一次性公开给大家。很多人以为小米是健康食物的顶级代表，结果它只能排到第6名。而排在第1位的主食，营养简直爆表。它被誉为植物界的蛋白质之王，只需要单独食用，就能帮你稳定血糖、降低血脂，实现减肥目标的终极神器。如果你或者身边的家人正在被高血糖困扰，或者有高血脂的问题，又或者想要快速瘦身，这期内容你绝对不能错过。记住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第1名可能会颠覆你对主食的认知。我发现身边患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很多30-40岁的年轻人，体检报告上都是一堆红字。问题的根源其实很简单，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主食选择有问题。白米饭、白面包这类精细碳水虽然吃起来顺滑可口，但基本都是淀粉堆积，这些物质消化极快，血糖就会快速上升，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瞬间冲到顶峰。身体被迫分泌大量胰岛素来降血糖，长期这样反复，胰岛素抵抗就会出现，脂肪堆积越来越多，体重也跟着上升。所以改变主食选择，绝对是改善健康的第1步。今天要介绍给你的10种主食，每一样都是营养学界公认的好东西，但平时在餐桌上往往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现在就从第10名开始逐个揭晓。大麦被列为第10名。很多人去茶餐厅或者糖水店都能看到大麦配鸡蛋糖水，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麦其实是超级高纤维的主食。大麦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水溶性纤维，叫做贝塔葡聚糖。这种物质非常神奇，在你食用后，它会在肠道内形成一种粘稠的物质，能够包裹住胆固醇，同时减慢糖分的吸收速度。如果你连续2-3个星期食用大麦，你会发现坏胆固醇和总胆固醇指数都会明显下降，而且大麦的升糖指数很低，只有20到30左右，和白米饭的80到90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平时煮饭的时候，如果能用3成大麦混合7成白米一起煮，口感还是很不错的，这样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帮你降低血脂。第10名的大麦绝对是名副其实。接下来是第9名的黑米和紫米。很多人分不清黑米和紫米的区别，甚至以为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其实黑米和紫米都属于有色米，它们呈现深紫色甚至黑色的原因就是花青素的含量很高。花青素是超强的抗氧化剂，抗衰老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是维生素 E 的50倍。平时大家都在讲抗氧化、抗衰老，其实吃黑米是最经济又最直接的方法。而且黑米的纤维、铁、铜等矿物质含量都比普通白米高出好几倍。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平时容易出现贫血、气血不足或者气色暗沉，每个月还要受那几天的困扰。黑米不仅能够补血，还能帮你清理肠道。但要记住，黑米的外壳比较硬，煮之前最好用清水浸泡4-5个小时，甚至可以提前1晚就开始浸泡，第2天再和米一起煮，这样消化起来就最舒服了。第8名讲的是荞麦，可能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某些面食品牌，但市面上很多连锁店卖的全麦面，翻开成分表你会发现8成以上都是普通面粉，荞麦粉的含量少得可怜。真正的全麦面或者苦荞麦才是健康的王者，里面有一种非常关键的活性成分叫做芦丁，芦丁还被称为维生素 P。 这个芦丁的作用非常大，既能增加血管的弹性，降低血管的脆性，还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对于有高血压、硬化血管风险的中老年人来说，荞麦简直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另外，荞麦里面的低聚糖和多酚研究证实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是降血糖的神兵利器。平时如果你想吃面食，一定要看清成分表，选择荞麦含量7成以上甚至100%的全麦面。只要每周吃几次，坚持几个月，你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第7名是鹰嘴豆。鹰嘴豆、豌豆、绿豆等各种豆类，可能很多香港人平时去吃中东菜或者印度菜时才会见到鹰嘴豆泥，但其实鹰嘴豆早就被国外封为减肥神器。鹰嘴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以上，
同时含有丰富的复合碳水化合物。这种复合碳水不会让你的血糖突然飙升，反而会让肠胃缓慢消化。而且鹰嘴豆还含有极高的叶酸和钾元素，能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达到利尿、消肿、降血压的效果。如果你平时觉得身体水肿，或者做运动需要补充蛋白质，可以用蒸熟的鹰嘴豆代替一部分白米饭，或者把鹰嘴豆打成粉，撒在全麦面包上食用，既健康又美味。坚持这样吃下去，你整个人都会精神焕发。第6名是小米，相信很多人会大跌眼镜。小米虽然也是好东西，只是排名这么靠后确实出乎意料，但这是有原因的。小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粮食之一，《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小米能治反胃，煮粥食用能补虚损、开肠胃。小米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 和 B2， 还有大量的色氨酸。色氨酸是什么呢？是身体用来合成褪黑素和血清素的原料。简单来说，就是能帮你舒缓神经，改善睡眠。如果你平时工作压力大，夜晚容易失眠，或者经常有腹胀气的问题，晚上喝一碗小米粥，你会觉得特别舒服，整个身体都会放松下来。但小米的问题是，如果煮成很烂的粥，升糖指数其实也不低。对于血糖高或者有糖尿病的朋友来说，如果单独吃很烂的小米粥，血糖可能会升得比较快。所以小米最好的吃法是要注意搭配方式，可以配合其他高纤维的食物，这样才能达到最完美的效果。记住这第6名的小米。现在第5名真正的重量级选手来了。第5名是红薯、山药、土豆、紫薯等根茎类主食。很多人减肥的时候完全戒掉淀粉，结果没几天就脾气暴躁。其实你不需要戒淀粉，你只需要把白米换成天然的根茎类食物就行了。拿紫薯来说，里面有一种黏黏的物质叫做粘液蛋白，这种纤维蛋白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防止胃酸刺激胃壁，从而减慢肠道对糖分的吸收。除此之外，紫薯里面的花青素含量极高，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通便效果一流。山药里面的麸元素则能保护牙齿。这类根茎类主食最棒的地方就是水分多，热量密度极低。你可能吃了一大块蒸山药或者一整根地瓜，但其中的热量可能只是一小碗白米饭的分量。这种高饱腹感、低热量的特性绝对是减肥人士的救星。第4名是红豆、绿豆、黑豆等传统杂豆。你可能会问，豆类算主食吗？在营养学家眼中，杂豆类绝对是最优质的主食之一。平时吃的红豆薏米、绿豆沙都是这个原理，它们确实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杂豆的蛋白质含量是白米的好几倍，纤维素更是白米的10几倍。最重要的是升糖指数非常低，一般只有20到30左右。如果你把平时吃的白米饭换成一半白米加一半杂豆，比如红豆、绿豆、黑豆等，升糖速度会即刻减慢一半以上，这对降血糖、降血脂有极大帮助。而且黑豆里面含有丰富的异黄酮和黑豆皮的花青素，对女性补充雌激素，延缓衰老有极好效果。平时煲汤或者煲饭的时候，随手抓一把杂豆放进去，简单又养生。第3名是糙米。大家可能听说过糙米的好处，但到底好在哪里呢？糙米就是白米去掉外壳和胚芽之前的米，正因为保留了最外层的谷糠和内层的胚芽，这里面集中了整粒米80%以上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同时还有丰富的食纤维，特别是维生素 B 族，对于身体的深层代谢、脂肪燃烧、神经系统运作是不可或缺的。很多人总觉得疲劳、口角生疮、新陈代谢差，其实就是在缺乏维生素 B 族。吃糙米就能完美补充这一点营养。另外，糙米还含有一种物质能帮助降低血压，舒缓焦虑情绪。虽然糙米的口感比较粗糙，未必人人一开始就习惯，但只要你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适应，或者用电饭煲来烹饪糙米粥，口感其实能接受。现在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第1名，第1名是藜麦。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我要强调，我讲的绝对不是那些市面上加了很多糖、香精、奶精的燕麦片，或者蜂蜜燕麦。那些加工燕麦片升糖指数极高，反而会有反效果。真正的第1名是刚切燕麦或者进口的燕麦。藜麦之所以能高居榜首，关键就在于它含有极高浓度的水溶性纤维贝塔葡聚糖，这种成分已被无数医学研究证实，能有效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
同时降低总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对于有糖尿病的朋友，它能延缓血糖上升，就像天然的胰岛素一样有效。而且当藜麦被煮熟之后，其中的纤维会膨胀几倍，停留在胃部的时间极长，能提供超强的饱腹感，让你上半周甚至下半周都完全没有想吃零食的念头。好了，终于来到最期待的第1名了。到底什么主食营养爆表，被誉为植物界的蛋白质之王呢？就是藜麦。联合国粮农组织甚至曾把2013年定为国际藜麦年，官方宣布藜麦是唯一一种单一植物就能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求的食物。连美国太空总署都将藜麦选为太空人执行长期太空任务时的理想食品。如此高的评价也说明了一切。首先讲的是藜麦的蛋白质质量。一般的植物蛋白质，比如小米、白米或者玉米，都属于不完全蛋白质，缺乏人体必需的某些氨基酸。但藜麦与众不同，它含有全部9种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而且比例和人体需求非常接近。这种蛋白质结构通常只会出现在肉类、蛋类和奶制品中，所以藜麦被称为植物界的蛋白质之王或者超级食物，当之无愧。对于素食者、健身人士或者需要补充蛋白质的老人来说，藜麦简直是天赐的礼物。第二个优势是藜麦完全不含麸质。现在很多人有肠胃敏感、容易胀气或者对某些物质过敏的问题，吃一些普通谷物会觉得消化困难、皮肤不适，但藜麦天然不含麸质，对肠胃非常友好，极易消化和吸收。第三个优势是升糖指数极低，矿物质含量超高。藜麦的升糖指数只有30左右，远低于白米饭的88。同时里面的钙、铁、锌、钾等矿物质含量是普通谷物的好几倍甚至10几倍。比如镁能舒缓血管肌肉，稳定血压，改善睡眠，而丰富的铁质能预防贫血。第四个优势是超强的消炎、止痛、减肥功效。藜麦里面含有丰富的类黄酮化合物，包括芦丁和山奈酚，这些物质具有强烈的抗炎、抗病毒和抗氧化作用，既能调节血脂，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实现减肥效果，还能让整个人感到精神满满，不会因为吃得少而疲劳，反而会因为营养充足而精力充沛。藜麦应该被定为最值得吃、最美味的主食。其实藜麦煮起来非常简单，煮之前最好用清水把藜麦洗2-3次，去掉表面的白色外壳，然后用水以2:1的比例来烹饪，大约需要15分钟。当你看到藜麦爆开，出现一圈圈像小尾巴一样的东西，而且变得透明时，就代表已经煮好了。你可以把煮好的藜麦和平时吃的白米或糙米混在一起吃，或者把它作为沙拉的底料，加入鸡胸肉、牛油果、水煮蛋、小番茄、橄榄油，就是一餐营养丰富、低热量、低升糖指数的健康餐。讲究这么多，大家可能会问，这10种超级主食虽然好，但是不是代表以后完全不能吃白米饭呢？答案是绝对不是。饮食最重要的是平衡和可持续性。如果要求你完全放弃吃几10年的白米饭，你可能会觉得人生失去了很多乐趣，甚至很快就会放弃。最聪明的做法是采用循序渐进的替换策略。比如第1个星期，你可以尝试在煮白米饭时加入3成的超级米或者杂豆，等到你的味觉和身体习惯了这种混合后的口感，第2个月你可以把粗粮的比例提高到5成，也就是一半白米一半杂粮杂豆。到了后面，如果你适应得很好，甚至可以完全用藜麦、地瓜或者糙米代替白米饭，作为你的主要碳水来源。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或者家里的老人平时消化功能比较弱，或者有严重的胃溃疡、胃酸倒流的问题，千万不要一次过吃太多高纤维的粗粮，因为过多的粗纤维有可能会加重胃肠的负担。这类朋友更适合从小米、地瓜粥或者阳光玉米开始入手，慢慢建立肠道的适应力。健康饮食不是一种惩罚，也不需要你爱我，只要你懂得选择一点，用这些被严重低估的超级主食去代替那些只有热量没有营养的精致淀粉，你就会发现原来不需要刻意节食，你的血糖会变得格外稳定，血脂指标会慢慢恢复正常，身上累积好几年的脂肪会不知不觉间消退，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皮肤都会变得越来越好。从今天开始，何不去超市买一包藜麦，或者挑选一些燕麦，为你自己和家人的餐桌添一份真正的健康和希望呢？